二妹，这婚事本就是我的，如今陛下登基，皇后之位，你也该还我了。本宫并无过错，陛下没有理由废了本宫的皇后之位。二妹还不知道吧？太子下毒谋害陛下，陛下已经下旨，太子大逆不道，今日午时凌迟处死。陛下，这不是真的。太子他那么孝顺，怎么会下毒谋害你？您怎么忍心？你嫁给朕之时，已非完璧之身，谁知道太子到底是谁的野种？穆定恒，当年顾明凤嫌你落魄，是我嫁给你，一心辅佐你，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？你的良心呢？二妹，陛下能取得皇位，靠的全是顾家和我外祖父的支持。你区区庶女，拿什么帮陛下？陛下，午时快到了，您先去监行，我还想和二妹叙叙。真可怜，告诉你，我才是柳姨娘的女儿。当年我们同一日出生，是她将襁褓中的你我调包。从一开始，我就注定天生凤女，而你只是我的垫脚石。你们先剜了他的眼睛。我以我血诅咒你们，若有来世，绝对要让你们付出10倍、100倍的代价。小姐，快醒醒！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惨死了吗？小姐，您做噩梦了，奴婢煮了姜水，您喝点再睡。难道说我重生了？前世就是太信任春香，才喝了这碗下了药的姜水，最终没了清白，而后便是一个深渊接着一个深渊。小姐，快些喝了吧，凉了就不好喝了。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世，这蚀骨锥心的痛便换你们来尝。好，你去铺床，喝完了我就睡下。小姐，小姐，发生什么了？你有没有事？嘘，先帮我把她拖到床上。大半夜吵什么吵？嬷嬷，我刚刚和夏青去厨房煮姜水，谁知道回来就看到贼人进了我屋内，幸好大家赶来制服了贼人。贼人怎么不往别人屋里钻，偏往你屋里钻？贼人来小姐屋里，小姐才是受害者。嬷嬷作为庄上管事，没管好庄子，怎么反而怪小姐？原来是嬷嬷的侄儿，他大晚上来我屋里做什么？定是你故意勾引我侄儿，我侄儿不同意，你就故意陷害他。嬷嬷，我虽是顾府庶女，可也知礼义廉耻。况且，嬷嬷刚才怎么把侄子喊作儿子呢？我那是一时着急，喊错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平日我见嬷嬷疼爱侄儿，还以为真的是嬷嬷的亲生儿子。
人，是不是你勾引我侄子？你们主仆两人都不是好东西。小姐，救我，救我！住手吧！我说住手，你没听明白？你自己说。你打小跟在我身边，我自然是信你。若是有人强迫你，我定会为你做主。是李莲，是他强迫奴婢，奴婢不从，他就打晕奴婢，毁了奴婢的清白。原来如此，嬷嬷觉得此事该如何解决呢？该不会徇私吧？我看还是报官吧。不行，不能报官。既然嬷嬷不愿意报官，那我就做主，把春香许配给李莲。春香，你可愿意？奴婢一切听小姐安排。嬷嬷若是不满意，我们现在就去衙门，只怕到时候嬷嬷的侄儿就不能全身而退了。干什么干？还不快帮忙抬回我屋去！李嬷嬷，这是小姐的东西。小姐每日的吃穿用度不是钱啊，府里1两银子都没送来过，还不是我倒贴的。不过把破扇子，不如卖了换几两银子。既然罗嬷喜欢，便拿去吧。小姐，那块玉坠是您最珍爱的，怎能让那个老泼蹄拿走了？别着急，不出1日，他就会回来求我的。你是故意的！嬷嬷是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好心？原来是故意让赵三看见上面的诗句，陷害老娘在外面偷人。嬷嬷，扇子是你自个儿抢去的。再说，我从小在庄子上长大，根本就不认识几个字。这扇子上的诗是什么意思啊？嬷嬷这是被打了？赵管事也太冲动了。小姐，算老奴求您了，您就去解释一下，不然老奴那口子不会放过老奴的。不是我不想跟嬷嬷去，我一天还没吃饭，等我吃完再说。小姐怎么能吃馊饭？定是厨房的人偷懒，老奴这就去说道说道。小姐，饭菜合不合口味？现在能陪老奴去解释了吧？自然，只是这扇子上好像少了些什么。瞧老奴这记性，那玉坠子被我不小心给弄丢了，这银子就算老奴赔您的。赵管事，这把折扇确是我捡的，嬷嬷瞧着喜欢，我便送给了她。你也不要多心了。不好了，李莲说她浑身不舒服，嬷嬷你快来看看。小贱蹄子，让你照顾个人也照顾不好。赵管事，嬷嬷她……小姐，您知道什么就直说。想必赵管事也听了一些闲言碎语，不过我觉得此事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小姐，您知道什么就直说。对了，我还听说嬷嬷一直找大夫瞧身体，大夫说她的身体没问题，问题在你身上。可你弟弟都生了3个儿子了，证明你家是没问题。那有没有可能是你每日喝的药有问题？那个臭娘们害我断子绝孙，我今天非打死她不可！赵管事，就算你把嬷嬷打死了，也只会便宜了那监正子。要报复他，就是摧毁他最心爱的东西。小姐，嬷嬷说要给我和李莲举办仪式，但她要照顾李莲，所以让您陪我明日到镇子上挑选布料。小姐，春香明显是他们的人，李嬷嬷定然是没安好心的。好，明日我们同去。春香，我记得当初我被送到庄子上，很快就病了，是你一直在旁边照顾我，我还一直记得你的恩呢。小姐怎么想起这些？都是奴婢该做的。小姐吃些糕点吧，路还很远呢。我真的不知道，一个人怎么会蠢到连续2次背叛主子呢？奴婢不知道小姐是什么意思。小姐对你不薄，你却一而再的想要陷害小姐，你对得起她吗？我没有陷害小姐，小姐相信我。好啊，你把这盘绿豆糕都吃了，我就信你。
小姐，我错了，您饶了我吧！都是李莲和李嬷嬷逼我的，我全都说。一次不忠，百次不让。你以为我会放过你？小姐，车轮陷进土里了，车夫也不见了。原来这就是你们的计谋，留给你了。我们提前了2个时辰出门，李嬷嬷安排的人应该还未到，我们先离开这里。小姐，都办妥了。小镇上无大事，消息很快就会传得人尽皆知，传到有心人的耳朵里。计划该进行到下一步了。小姐回来了。春香那丫头呢？她不是跟小姐一起去的吗？春香还没回来吗？去镇上的时候，马车忽然坏了，我看她脸色不好，就让她先回来了。这么久还没回来，莫不是路上遭遇了不测？嬷嬷，你可得快派人去找找。我的儿啊！你怎么舍下娘去了？说，你跟顾明珠那个小贱人一块出去的，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的莲儿是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是我杀的又如何？是你杀了我的儿！都是你这个贱人害的！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小姐，您这是要赶奴婢走？小姐定是怕李嬷嬷报复，才想让我离开。小姐，我们回京城去。老爷如今是当朝相国，他不会不管您的死活的。夏青，你可知道，从今往后，我选择的路会比现在艰难100倍。你跟在我身边，随时都可能会丢了性命。奴婢不怕，奴婢自小便伺候小姐，无论前路多危险，奴婢都愿意陪着小姐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主仆2人就去京城闯上一闯。既然你决定跟着我，从现在起，你必须完全听从我的命令。现在，我命令你立刻离开庄子。你放心，我自有脱身之计，很快就会与你会合。你先行离开，是为我办一件更重要的事。小贱人，你还敢穿红色来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日不是嬷嬷儿子的头七吗？可惜啊，今日你还能为他哭上一哭，等你老了，怕是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了。你现在就跪在莲儿面前，给他磕头认错，或许我还能饶你一命。嬷嬷莫不是疯了？你的儿子可是赵三傻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就是你这贱蹄子指使的。小姐，您就认个错吧，不过是磕个头而已。是啊，您还要在庄子上生活，跟李嬷嬷闹僵了，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？你们是打算和李嬷嬷一起逼我吗？别忘了，你们的卖身契都在顾府，等我回到京城，你们以为我会放过你们？你以为你还回得去？顾家要是真当你是女儿，会把你扔在庄子上8年不闻不问。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根本就不是柳姨娘的亲生女儿。她派我来就是为了监视你，让你永远也回不了顾家。李嬷嬷，你将柳姨娘的秘密如此大张旗鼓地说出来，就不怕她扒了你的皮？怕什么？柳姨娘早有密信，让我找机会处置了你。今天弄死你，我自会去向姨娘领赏。你们还不动手？你们谁敢再上前一步，我立刻死在这里！到时候县衙查下来，看你们谁能活命！那你就去死！等你死了，一把火烧了，谁认得出来？是吗？你们不觉得这院子里好像少了一个人吗？那个丫鬟跑了。早知嬷嬷对我恨之入骨，我又怎会毫无主意？想必这会儿
我的援兵就快到了。嬷嬷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吧，是我怂恿赵三杀了你的宝贝儿子。还有，你真以为柳姨娘拿你当心腹？当初给你看诊，让你保下这个孽种的大夫，就是柳姨娘安排的。她就是要拿住你的把柄，让你像条狗一样为她卖命。那日，我让夏青散布庄上有大量财富，就是为了引来这些亡命之徒。没想到他们来的正是时候。老天爷，这次你总算帮了我一次。穆洛宁，当朝六公主，之前一直在西出为质。前世你被匪徒所辱，成了高家上位的踏脚石，也成了穆定恒夺嫡的棋子。如今我费尽心机引来山匪，深入这龙潭虎穴，为的就是你这颗棋子。你出来！你出来！我的猎物岂容你们觊觎？大哥，您瞧他瘦得跟只猴似的，身上都没2两肉，哪有什么趣味？不如让小女子陪您一起。倒是个识趣的。行，那就你俩一起跟老子走。老大，人给您带来了。大哥，我妹妹年纪小，胆子也小，怕惊扰了大哥的雅兴，不如就由我先来伺候大哥吧。大哥，看您也是英雄人物，不知家中可还有父母妻女？老子无父无母，光棍一个。那可真是太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明年今日无人给你烧纸钱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过来帮忙！闭嘴！你想把所有人都招来，害死我们吗？老大，你那怎么了？大哥，轻一点。听着，如果你不想死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完全听我的，听明白了吗？我都听你的。老大！这个废物！对不起，我下不了手。把屋里的床单、布料都找出来。等会儿出去，跟紧我，不许乱看，不许说话。着火了，好像是大哥的屋子，快去救火！不能休息，山匪很快就会发现不对劲，追过来。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，我叫洛宁。顾明珠，
真好听的名字，我记住了。是狼。明珠，救救我！虽然穆洛宁对我复仇大计至关重要，但我没必要为了他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。复仇之路容不得半动心软。求求你，明珠，救救我！我不想死。没有任何人有义务救你，这个世界本就是弱肉强食。就算我今天救了你，改日你一样会死在别人手里。明珠，求你把这个平安符交给我母亲，不要告诉她我是怎么死的。母后，别怕，傅娘娘说了，只要我能活着出来，饶了母后。我的女儿是不是也曾这样希望有人能帮帮她？我不该如此冲动。他的弱点在肚子。明珠，明珠，明珠，我们得救了。主上，公主腿部和手臂受伤，并无性命之忧。畜生上之爱子，有些人却连畜生都不如。可惜他们母亲死了，再无人庇护，与其在世上挣扎，不如死得干净。带回去。是。那这两只小的呢？一起带回去。是。小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夏青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救我们的人。小姐，奴婢按照您的吩咐，离开庄子后就去县衙报了案。谁知县衙的人还没动，就突然来了一大队官兵，听闻山上有山匪，便直接带兵上山了。官兵？你可听清，他们是如何称呼那个戴面具的首领？奴婢离得远，只隐约听见有侍卫喊他国公爷。国公爷如此年轻又能统领军队的国公，放眼整个大齐，只有一人，慎国公穆衍。他刚平定边境战事，此刻应是回京受赏，功高盖主，皇帝怕是容不下他了。此番遇到他，不知是福是祸。顾小姐，我家主上有请。请稍等，我家小姐梳洗一番，马上就到。该来的终究躲不掉。我既要回京复仇，便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回主上，顾小姐带到。进来。民女顾明珠，拜见慎国公。你一介乡野丫头，也认得本宫？民女虽长于乡野，但镇上的说书先生也常提及慎国公的威名。哦，都说了些什么？说来听听。说书先生言，临安长公主对国公爷视若己出，自小便送您入军中历练，让您年纪轻轻便立下赫赫战功，乃我大齐最年轻的将领。还有呢？还说国公爷此次平定边境，收复失地，坑杀了10万战俘。不错。好。
若非亲眼所见，本宫倒真要被你这副娇软模样骗过去了。什么？他们都死了？山匪竟如此丧心病狂！多谢国公爷剿匪，救了民女性命。至于我的丫鬟，是民女提前打发她去镇上办事，才侥幸躲过一劫。山寨中发现了3具烧焦的尸体，5座验尸，一人死于利器穿喉，一人死于一刀穿心，还有一人被刺穿了眼睛。本宫在想，这风气该不会就是这根小小的发簪吧？他果然不好对付，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是，那3人皆是民女为求保住所伤。当时6公主亦在场，国公爷若是不信，大可去问公主殿下。好一个字！本宫还听说，顾家对你这位2小姐宠爱有加，每年都有流水的金银珠宝、珍稀药材送往庄上，可是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你为什么要接近6公主？此人果然敏锐的可怕。趋利避害，人之常情。民女得知了公主的身份，自然要拼死护她周全。若非如此，又怎能等来国公爷相救？恐怕此刻民女早已和其他无辜之人一样，成了一具无名尸骨。国公爷与其在此为难我一个小女子，不如想想6公主的行踪，为何会如此轻易地泄露给山匪？说下去。民女在山寨中隐约听见匪土们提到了一个姓高的大人物。你与高家有仇？他竟然一瞬间就识破了我的意图。民女久居乡野，何曾听闻京中高家，更谈不上仇怨。那你有证据吗？仅凭你一句话，本宫可不会信。证据不过是用来骗骗百姓。对国公爷这样的人物而言，只要在心中种下一颗怀疑种子，证据自然会有人替您找到，不是吗？本宫现在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一个被家族抛弃的庶女，是如何练就这一身杀人如麻的本事，又是如何懂得这般玩弄人心的计谋？本宫可不想不明不白的被人当枪使。这个疯子，是国公，或许我们殊途同归。前世穆定恒登基后，唯独忌惮穆衍，说明穆衍必有反心。就这点伎俩？国公爷，想不想试试这根簪子是怎么要人命的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公主别担心，本宫不过是在和顾二小姐开个玩笑，你说是吗，顾二小姐？明珠，你没事吧？公主放心，刚才我们是在回顾案情。慎国公怀疑我一个弱女子怎能杀了山匪，认为我是故意接近公主，民女便只能给慎国公亲自演示一遍了。顾明珠是本宫的救命恩人，等回宫后，本宫自会禀明父皇母后，重重赏她。慎国公，你以后不许再为难她，否则本宫绝对不会原谅你。谢公主为民女做主。傻公主，几句话就被这小狐狸挑拨的替她出头。慎国公，我们可以离开了吗？这是自然，顾二小姐有公主作保，自然万事无恙。小狐狸，早晚揪出你的尾巴。如此力气，还是交由本宫吧，以免伤了家人。那便谢过国公爷了。
主上，你流血了，有刺客！小狐狸精，主上，难道孤儿小姐是狐狸精变的？昨日她可是能一口咬死一头狼，您这伤莫不是被她咬的？传信去暗楼，立刻查清顾明珠的所有底细。主上是怀疑她？一个自幼被丢在庄子上的庶女，竟有如此胆识与心机。顾明珠，你到底是谁？明珠，多谢你陪我回宫，等会儿我定让父皇母后重重赏你。原本计划是借皇上的赏赐在顾家站稳脚跟，公主竟直接把我带进了皇宫，倒也省事。那便谢过公主了。都说你我不要这么生分了，叫我洛宁就好。公主还是莫要为难顾二小姐，宫中自有宫中的规矩。顾二小姐，为何要执意回京城？国公爷自然不懂，民女从小长在庄子上，对家人日夜思念。我只是想看看，家到底是什么感觉。看来顾家马上要有好戏看了。明珠，你怎么了？无事，刚刚被风迷了眼睛。你先随我去梳洗换装，等会儿咱们一同去拜见母后。顾小姐，这是公主特意为您准备的衣裙。正好的蜀锦，皇后宠爱六公主，用的自然都是极品。可我一介庶女，若是穿上这蜀锦去觐见，便是僭越。莫洛莹若不懂，她身边的教养嬷嬷也该提醒。若是没人提醒，那便是有人想要我的命。这衣裳太贵重了，我不习惯，劳烦姑姑替我找一身最寻常的素色襦裙来。公主啊，您自个儿偷偷跑出宫，害得我们在这儿担惊受怕。别人家的奴才跟着主子都是领赏享福，我们倒好，跟着您，指不定哪天连命都没了。奶娘，对不起，这次是我不对，我不该乱跑。唉，我的命是真苦啊！你一出生就喝我的奶，在西楚也是我陪着您受罪。原以为回了宫能享几天清福，谁知还是这般。放肆！你身为公主的贴身嬷嬷，公主离宫，你未能事先察觉，如今竟敢大放厥词责怪主子，这就是你做奴才的规矩。竟然没穿我送去的蜀锦，算你大！你是哪根葱？六公主还未发话，轮得到你在这儿教训我？奶娘，不可无礼，明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哼，别以为你救了公主，就能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我可是公主的奶娘。你陪公主赴西楚，那是为国尽忠。你是觉得皇家亏欠了你？你整日将受苦挂在嘴边，是想挟恩图报吗？来人，给我按住她！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丫头嘴给我打烂！住手！奶娘，你别这样！你敢打我！打得好，孤可有资格教训我。能从山匪刀下救出6妹，原以为是个粗野村姑，竟是这般娇弱的少女。拜见太子殿下。太子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母后听闻你回宫，本想亲自来看你，可头疼的老毛病又犯了，姑来接你去见母后。母后病了，那我立刻去探望。
不急，太医正在诊脉。姑先替你料理了这店里的恶奴。太子哥哥，奶娘她……这永宁殿如今是李嬷嬷当家做主了，你们连六公主的话都当耳旁风。李嬷嬷她只是太担心我了。太子哥哥，这次是我偷跑出宫有错在先，你别怪他们了。六公主这不是在救他，而是在害他。明珠，今日在永宁殿，李嬷嬷撒野，公主可以宽纵，可出了这大门，她的一言一行代表的皆是公主的颜面。她如此目无尊卑，来日若是冲撞了哪位贵人，别人只会认为是公主在背后纵容指使。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，你就是嫉妒我在公主心里的分量，故意要害我。我与嬷嬷今日初见，无冤无仇，我为何要害你？还是说，嬷嬷暗中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做贼心虚了？公主明鉴啊，你可是吃着老的奶长大的呀！放肆！难不成李嬷嬷觉得你的一口粮食比皇后娘娘10月怀胎的生恩还要大？你是想踩在皇后娘娘的头上，以半个母亲自居吗？说得好，李氏，你负西楚，皇家已重赏你的家人，皇家从未亏欠过你。来人，李氏以下犯上，按宫规重打50大板，即可逐出宫去。公主，救命啊！公主！李氏冒犯公主，两位大哥可要用心的打，千万别辜负了六公主的一片心意。六妹，随姑去见母后吧。顾二小姐，你也一同前往，母后很想见见你。原以为乡野长大的丫头会粗鄙不堪，没想到这姨太竟比宫里受过教养的贵女还要分毫不差。民女顾府庶女顾明珠拜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，本宫听闻你救了宁儿，有功必赏。你想要什么？民女自幼长在庄子上，8年未曾回家，时常想念祖母。听闻祖母喜好礼佛，民女斗胆，想要求一吨玉观音献给祖母，希望能讨得祖母欢心，不要再赶我出府。母后，明珠与我一样，从小不在亲人身边，您一定要重重赏她。好孩子，没人敢赶你走。来人，去把西域进贡的那尊玉观音拿来。民女谢娘娘恩典。本宫的头又痛了。娘娘可是头痛？民女在乡间学过一套按摩手法，可否让民女一试？母后，让明珠试试吧。果真轻快了不少。你这手法从何学来？早年庄上来过一位云游老道，见民女可怜，便教了这套手法。民女靠着帮管事嬷嬷按摩，才能换些残羹淡饭。上一世嫁给穆定恒，为了塑造好王妃的形象，每日都要去给皇后请安，我才请教了神医，得到了这门按摩手法。来人，再赏锦缎100匹，白银10000两。哈哈哈哈！皇后这是要赏谁啊？就是这个小丫头，不仅救了宁儿，还缓解了臣妾的头疼。皇上可得替臣妾好好赏她。顾相家的2女儿，抬起头来，竟没有半分怯懦，深不见底，不简单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顾香生了个好女儿。顾明珠，你想要朕赏你什么？民女别无所求，只求陛下恩准，在民女死后得有葬入祖坟。放肆！朕何时说过要赐死你？你当朕是嗜杀的暴君吗？陛下息怒，民女自小被放养庄子，顾府8年来不闻不问，如今庄子被毁，民女又曾被山匪掳劫，若就这般回府，父亲为保顾家清心，定会赐下1尺白绫。民女孤苦半生，只怕死后不做孤魂野鬼。父皇，明珠说的是真的，我们在山寨清清白白，儿臣可以作证，明明我们是受害者，难道连父皇和母后也想让我们去死吗？宁儿，你这是拿刀在挖母后的心啊！只要本宫活着，谁敢动你分毫？那明珠呢？皇上，父皇，儿臣有一计，不如派一位重臣护送顾二小姐回府，对外宣称顾家庄子遇匪，顾二小姐临危不乱，协助朝廷剿匪有功，如此
既保全了名誉，又彰显了皇家恩德。微臣愿亲自将顾二小姐送回相府。顾二小姐好手段，几句话就拿捏了帝后和太子的软肋，把一盘死棋下活了。国公爷若嫌差事繁琐，大可派个手下送你，何必在心里阴阳怪气？哼，那你猜猜，本宫现在心里在想什么？我猜你在想，我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妖精？是敌国的奸细，还是真的顾明珠已经死了？我只是个冒牌货。你狐狸尾巴，迟早。夏青，去叫门。是，小姐。二小姐回府了，还不快开门！什么二小姐？整个京城谁不知道，顾府只有一位大小姐，哪里来的叫花子，跑到相府来招摇撞骗？再不滚，大棒子伺候！看来你的家人很不欢迎你。不知可否借国公爷的佩剑一用？接好。主上，相府门前动刀剑，您就看着他这么闹。无妨，这丫头有趣的紧。你个疯婆子，活腻了，敢劈相府的大门！我的眼睛啊！既然长了双狗眼，识不得主子，那便留着无用。去告诉柳姨娘，二小姐回府了，让府里所有人滚出来接圣旨。看见那位了吗？那是当朝圣国公，耽误了接旨，要你们的脑袋！来人啊！你这副要杀人的模样，可不像是回来寻亲，倒像是回来寻仇的。国公爷说笑了，我若不狐假虎威，借您的事见见喜，这府里的奴才永远只知有大小姐，不知有二小姐。明珠拜见祖母姨娘。我可怜的孩子，庄子遭灾，你受苦了。只是你一回来就刺瞎了门房的眼，这若是传出去，岂不让人笑话顾家？轻飘飘几句话，便将残暴无礼的帽子扣在我头上。柳姨娘还是和当年一样恶毒。姨娘误会了，那小厮辱骂相府千金，目无尊卑。我若不替姨娘惩治，外人定会非议姨娘管家不严，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妾室。明珠这是替姨娘着想啊。行了，回来就回来了，去后院歇着吧。祖母且慢，圣国公还带着皇上的圣旨未宣呢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顾家女明珠协助朝廷剿匪有功，特赐黄金100两、白银1000两，钦此。妹妹平安归来真是太好了，以后我们姐妹终于能在一处作伴了。大姐人真好，我还以为大姐会因为当年的事心中怨恨，巴不得我死在外面。明珠，你说什么呢？那些都是过去的事，大小姐怎会怪你？如今你回来，咱们一家人也算团圆了。说起当年，二小姐才6岁，小孩子打闹擦伤也是常有。柳姨娘也真是铁面无私，竟狠心把亲骨肉丢去庄子受苦。二婶别说了，当年都怪我不懂事，不小心推了大姐一把，害大姐擦伤了手腕。妹妹，我早就不怪你了，你也别怪姨娘。大姐都原谅我了，想必姨娘也不会怪我吧？顾二小姐，本宫差事已了，告辞。国公爷，家父正在回府路上，不如再稍后片刻，免得家父怪咱们招待不周。圣国公，送佛送到西，劳烦你的人帮我把御赐之物抬进院子吧。好啊，送去哪个院子呢？姨娘，我该住哪儿啊？府里没准备，
东北角的梨香院倒是空着。我不要住梨香院，那里挨着下人房，我想挨着姨娘住。听说清凉居离姨娘最近，风景最好，我就住那儿。明珠，不可胡闹，清凉居是你大姐在住。我只是想和姨娘亲近些，难道姨娘心里还在怨我？妹妹想住也不是不行，待我过几日收拾了东西，你再搬进去。太好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今日就搬，顺便帮大姐收拾。大姐刚才当着国公爷的面说让给我，莫不是为了博一个宽厚大度的虚名，故意骗我的吧？自然是真的。都听见了吧？把御赐的东西全抬进清凉居。小姐，他们分明是故意的，连个洒扫丫鬟都没给咱们留。把心不在这儿的人带走，反而是好事。东西没了，咱们有钱买，急什么？你去前院盯着，花点银子打点门房，父亲一回府立刻来报。是，小姐。我要好好见见我这位好父亲。女儿拜见父亲。果真是谢婉宁的亲生女儿，眉眼之间与她有几分相似。回来就好，你在庄子上受苦了。女儿受苦事小，只怕堕了顾家清誉，庄子被匪徒所烧，幸得慎节公相救，又帮了六公主，皇上这才赐下重赏。此事关乎皇家颜面，女儿只禀告了父亲一人。放心，为父知道轻重。父亲，女儿在庄上时，李嬷嬷总克扣女儿的吃穿，还说姨娘这8年来从未给庄上送过1两银子。女儿原本不信，可今日回府，见姨娘确实对我不满，我想去求母亲拨几个丫鬟。你母亲病重，不管后院之事，为父让管家给你挑几个伶俐的便是。明珠啊，这是我房里的2等丫鬟琼华，这是蔡嬷嬷，都是跟了我多年的老人，让他们伺候你，姨娘才放心。既然是姨娘的人，我自然放心。琼华升做1等丫鬟，在屋内伺候，蔡嬷嬷去守我的小库柜吧。小姐，柳姨娘明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您怎么还把人收下了？在眼皮子底下，总好过她在暗处咬人。夏青，记着，我根本不是柳姨娘的女儿，我的生母是当家主母谢氏，当年是柳姨娘将我和顾明凤调了包。天哪！小姐，咱们去告诉老爷。告诉他，若没有顾叔年的默许，一个妾室怎能瞒天过海调换主母的骨肉？小姐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他们欠我的，我会一刀一刀亲手讨回来。好巧啊，二妹，这是3弟明川。你就是顾明珠，乡下来的土包子。3弟，我是你2姐。别碰我！我只有明凤一个姐姐，你一回来就抢大姐的院子，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野种。3弟，别这样说你2姐。既然你没学过规矩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今日就好好教教你。你敢打我？从小到大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疯了吗？3弟年纪还小，不过是心直口快说了2句重话，你怎能下如此毒手？顾家世代清流，家风以忠孝悌义为先。你身为幼弟，当众辱骂长姐，此为不悌，该不该打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抢了大姐的院子，可大姐方才一言未发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是大姐心生怨怼，故意教唆你来寻衅滋事。你陷大姐于不义，该不该打？好一张利嘴！若我再帮明川说话，岂不坐实了是我教唆的？
你骂我有娘生没娘养，究竟是在指责当家主母教导无方，还是在暗诽柳姨娘上不得台面？如此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，莫说打你一巴掌，便是押到父亲面前行家法，你也得受着。你血口喷人！三弟，还要一起去给祖母请安吗？三弟，我原以为你只是口无遮拦，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如此恶毒。你看不惯我便罢了，大姐不过是方才没帮你说话，你就连她也要害。我没有，我没想害大姐，顾明珠你胡说。大姐，你怎么样？伤着没有？三弟、二妹，你们姐弟不和，为什么要拿我出气？明凤，我的心肝啊，这是怎么弄的？我想了可怎么得了？姨娘，是二姐推的大姐，我不过说了她2句，她就打我，还故意把大姐推倒撞在石头上。你胡说！我家二小姐根本没有推大小姐，分明是放肆！主子说话，哪里轮得到你一个贱婢插嘴？来人，给我掌嘴！姨娘好大的威风，凭三弟一面之词，就断定是我的错。你还有脸狡辩？明川是你亲弟弟，难道还会陷害你不成？你这般嚣张跋扈，惹是生非，我看这顾府是容不下你了。容不容得下，只怕姨娘说了不算。既然姨娘断定是我的错，那我们这就去父亲书房。若证明是三弟撒谎，三弟可想好怎么收场？去就去，若证明是我撒谎，我当场给你磕头赔罪。大姐也是这般认为的，是我推了你。我当时没看清，可三弟与你是亲姐弟，想来他的话不会有假。哼，这后宅之中皆是女眷，除了三弟，再无其他男子。这红泥，整个顾府只有三弟的院子里才有。三弟，要不要脱下你的鞋，比对比比尺寸啊？姨娘，还去请父亲吧。哎呦，这都是误会！一家人骨肉近亲，明圈定是和你闹着玩呢，何必惊动老爷？方才姨娘信誓旦旦要赶我出府，如今铁证如山，就成了闹着玩了。既然三弟方才立了誓，那就请吧。三弟，跪下，磕头赔罪。给你这个乡巴佬下跪，做梦！珠啊，他不过是说了句气话，你做姐姐的，难道真要这般斤斤计较？是，我就是锱铢计较。大姐，你说呢？顾明川这个蠢物，耽误了我请大夫看你，有你受的。三弟，既然做错了事，就该给二妹道歉。我是贱种，那你又是什么？小贱种！贱人，我抽死你！畜生！你在外头跟着纨绔子弟斗鸡走狗便罢了，如今竟敢在家里对亲生姐姐动鞭子！老爷息怒，川儿只是一时糊涂啊，老爷。慈母多败儿，不数年怎么生出你这么个混账东西？父亲息怒，都是女儿的错。三弟年纪小，定是被外人教唆了。依女儿看，不如让三弟进足府中，请严师教导，免得他在外头闯出弥天大祸呀。父亲，是他陷害我，是他逼我下跪，还骂我。老爷明鉴，三少爷一见面就辱骂我家小姐是有娘生没娘养的贱种，小姐不过是替老爷教导他规矩，他就要拿鞭子毁小姐的容啊！孽障！你立刻给你二姐下跪认错！对不起，二姐。三弟，快起来，都是亲姐弟，我怎会怪你？谁要你假装好心？三弟，你真的容不下我吗？你今日就跪在这里反省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起来。
今日我再重申一遍，明珠是我的嫡女，谁也别想生事赶她走。莫不是顾淑年在朝堂上受了气？没想到这臭丫头竟有点本事，连皇家都能袒护她。云凤，院子既然是你让给明珠的，我不希望日后再听到什么风言风语，伤了你们姐妹和情。是，女儿谨记父亲教诲。柳姨娘，带明凤去看大夫，别留了疤。三弟，可要跪在这里好好反省啊！我还等着你去祖母那里告状呢。二小姐，老夫人听说了方才的事，正在气头上呢。要不奴婢帮您回了，就说您身子不适。多谢这位妹妹提醒，但我初回府，若不去请安，只怕落人口实。孙女明珠给祖母请安，来迟了，请祖母恕罪。什么事儿能耽搁？你一回来，这府里就没个安宁。孙女幼时在庄子上病重，梦中得知为白发老神仙指点，说顾家有位大福星庇佑。进府后，孙女才明白，这福泽深厚、心善慈悲之人，除了祖母，还能有谁？二姐姐骗人！什么老神仙，我怎么没听过？莫不是你为了讨好祖母，故意编出来翁人的吧？闭嘴！你小小年纪懂什么？老夫人，您前儿个不也说梦见个白须老神仙，说您能长命百岁吗？二小姐和您梦到一块儿去了，可见您和二小姐都是有大福气的人。这个蠢相！孙女感念祖母庇佑，特地向皇后娘娘求了一尊开过光的白玉观音像，献给祖母。好，好，好，是个有孝心的。来我身旁坐着。祖母，孙女来迟是因为方才的事，你父亲已经罚了明川，你做姐姐的就不要再跟你弟弟置气了。祖母说的是，孙女怎会怪三弟？哟，好尊贵的观音像，老夫人得了此等宝物，不如咱们一同请去佛堂供奉，也好让大家都沾沾福气。既然是二小姐的孝心，这观音像理应由二小姐亲自捧着去佛堂。好啊。哎呀，二小姐，你裙子上怎么有红印子？祖母生平最忌讳女子来月事进佛堂，姐姐这不是亵渎神灵吗？晦气，还不快下去换了！孙女知错。大姐，劳烦你替我捧着。真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土包子，连这等露脸的机会都把握不住。前方的石板路上，我可是提前让人动了手脚，故意让顾明珠摔了这佛像。大小姐，让我来。姨娘，我刚回府，连套换洗的衣裳都没有，您陪我去吧。柳姨娘，你带明珠去换，别让人以为我顾府苛待了孙女。不用跟去佛堂了。可是，小姐，我们不过去吗？不急，戏还没开场呢。造孽呀！造了什么孽呀！四妹，你平白无故为何推我？我没有，我刚才脚底不知踩到了什么滑腻的东西。大小姐这话说的，你自己拿不稳东西，仙儿轻轻碰你一下你就摔了。我看你就是嫉妒明珠送了老夫人宝物，故意打碎的。二夫人慎言，大小姐怎会做这种事？都给我闭嘴！还不赶紧把这碎玉收拾了！天哪，这可是皇后娘娘御赐之物啊！大姐怎能这么不小心？这若是被有心人传到陛下耳朵里，可是蔑视皇家的杀头死罪啊！东西是大姐摔的，要砍头去砍大姐的头！若不是你推我，我怎会摔倒？老夫人，此事发生在家里，只要咱们闭紧嘴巴，外人绝不会知晓。姨娘说的是，但到底是御赐之物，心里总归不安。依我看，不如找一尊相似的白玉观音填补上，也算是有个交代。今日之事，谁若敢走漏半点风声，我立刻将他乱棍打死。白玉观音是你们俩打碎的，倾家荡产也必须给我找一尊一模一样的还给明珠。是祖母。毛手毛脚的蠢东西，明日起不用来寿安堂请安了。
小姐，奴婢点过了，大小姐和四小姐送来的银票足足有5000两。这次可是让他们大出血，真是出了一口恶气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他们欠我的，我要一点点拿回来。柳姨娘这次失了手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段日子，你把院子里的人给我盯紧了。小姐，那这尊珍品该如何处置？既然大姐和四妹送了买观音的银子来，对外就说这是我们在外面花了1万两新买的，找个锦盒装好，直接收入库房。前世你们将我踩在脚下，今生我要让你们在自己编织的网里作茧自缚。这个破地方又小又闷，晚上想吃口夜宵都没有。凭什么顾明珠一回来，我就处处倒霉？你站那么远做什么？滚过来！跪下！你说，是不是顾明珠那个贱丫头克我？小姐，依奴婢看，二小姐一直在庄子上，没这等心机手段，反倒是柳姨娘，你要注意些。姨娘，她对我比亲生母亲还要好，吃穿用度名士大禄，哪样不是她为我操持？小姐别忘了，二小姐才是她10月怀胎的亲骨肉，这世上哪有不向着亲生女儿的娘？你想想，当年她处置了二小姐后，府里上下是不是都夸她大义灭亲？老爷是不是因此更信任她，将管家大权彻底交给了她？你是说，她一直在拿我当稳固地位的盗版？昨天的白玉观音，也是她主动提议去佛堂的。好个佛口蛇心的贱人！小姐，如今之计，您必须赶快挽回老夫人的心。顾明珠送白玉观音，您就送更贵重的宝物，将她比下去。你说的对，一个破观音算什么，也敢跟我比？二小姐来了，快来看看你大姐为了孝敬祖母，寻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。玄彩，祖母，这是孙女特意为您寻来的。佛珠呢？我的佛珠怎么不见了？琼华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有什么话直说，有老夫人和老爷在，谁敢拿你怎样？老夫人饶命！是奴婢亲眼看见是二小姐偷了佛珠。孽障，还不给我跪下！父亲，明珠不知犯了何错，为何要跪？这可是你房里的丫鬟，竟敢偷盗长姐财物，我顾家的脸都被丢尽了。顾明珠，这丫鬟是姨娘昨日刚送进清凉居的。二小姐，你就认了吧。念在你年少在乡下没见过好东西，只要你交出来，老爷和老夫人不会重罚你的。姨娘宁愿信一个丫鬟，也不信自己的亲生女儿。父亲要我认罪。好，我6岁被扔进庄子，寒冬腊月没有棉被，只能裹着茂茅草取暖，每日要劈柴挑水，才有一口馊饭吃。一码归一码，你扯这些做甚？既然父亲要定罪，总得让我审一审这证人。好，我倒要看你如何狡辩。你说亲眼看见我偷藏佛珠，我问你，我平时只让夏青打扫内室，
你为何会进我的卧室？奴婢是看夏青鬼鬼祟祟，怕他对小姐不利，才悄悄潜入查看的。好个忠心的奴才！既然你进了内室细细查看，那我问你，我床榻上铺的床单是什么花纹？怎么，连这都记不清？是鸳鸯戏水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鸳鸯戏水。女儿乃是未出阁的大家闺秀，怎么可能在床上铺这种寓意男女交欢的图案？父亲，还要我继续问下去吗？老爷明鉴，奴婢一时紧张记错了花纹，但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二小姐将魔珠藏在床榻的暗格里，老爷一搜便知。老爷，为表清白，还是派人去搜一搜吧。若没有，正好还明珠一个清白。有事，你亲自带人去搜。慢着，还请父亲指派身边得力的护验一同前去。我早已经藏好那佛珠，你垂死挣扎也没用。秋荷，你昨日看到了什么？快当着父亲的面说清楚。回老爷，奴婢昨日奉命在清凉居外守候，亲眼看到二小姐的丫鬟琼华鬼鬼祟祟偷拿了大小姐的佛珠。这可真是有意思了。大姐的丫鬟说是我的丫鬟偷了佛珠，而我的丫鬟却说是我偷了佛珠。父亲，这两人之间必然有一个在撒下弥天大谎，亦或者全都在撒谎。都给我闭嘴！等搜查的人回来再说。如何？老爷，在二小姐床榻的暗格里搜到了。家门不幸，果真是你偷的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老爷，您就饶了明珠这一回吧，她也是初犯，咱们关起门来，绝不会有外人知晓。是啊，父亲，想来二妹在乡下苦惯了，一时糊涂也是有的。姨娘方才不在，恐怕不知，大姐的丫鬟秋荷可是亲口指认我的丫鬟琼华偷了佛珠。既然如此，琼华监守自盗，故意栽赃我的嫌疑岂不是更大？如此一来，我是不是也可以说，这一切都是你柳姨娘的安排？明珠，别狡辩了，佛珠是从你房里搜出来的，琼华是我亲自挑给你的，难不成你怀疑亲生母亲会害你？父亲，你也觉得生母便绝不会害自己的女儿？为了你虚伪的家宅安宁，你竟连查都不愿查，便要将我牺牲掉，好一个清流之臣！父亲，这紫檀佛珠可是谢家祖传之物，极其珍贵，每颗佛珠内都藏有奇效药石，能驱疾解毒，绝不能姑息偷窃之人。父亲，可否将佛珠给我看一眼？就算是定罪，也总得让我死个明白。你发什么疯？大姐方才说这佛珠内藏有药石，为何这颗里面只有一团烂木屑？不可能！你休要胡说八道！难不成大姐送给祖母的孝心
本就是个不值钱的假货。既然大姐的佛珠是假的，那真的在哪？不如先派人搜搜琼华的屋子，毕竟这假货是他搜出来的。咦，这玉镯好生眼熟。秋荷，这不是你家大小姐最常戴的那对吗？怎么跑到了琼华的屋子里？我怎么知道？若是我指使的，我又为何让秋荷去指认他？这不是自露马脚吗？或许是大姐怕琼华知道那是假国珠，想趁机一网打尽，杀人灭口。你且好好想想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老爷饶命！是大小姐，大小姐给了奴婢1000两和玉镯，说她送给老夫人的佛珠是假的，她被发现也偷出来交给奴婢，让奴婢栽赃给二小姐，因为大小姐和二小妹抢了她的院子。大姐，我竟不知你如此恨我，竟想将我赶出家门，求父亲为明珠做主。够了，明凤禁足祠堂3日，罚抄女戒。明珠罚月例1月，给我滚回去！老爷洗骗的都没边了，大小姐这般陷害您，竟只是禁足3天。小姐，您为何要把琼华交给柳姨娘？她肯定会包庇那丫头的。琼华活不过今晚，她知道柳姨娘的底细，又害得顾明凤被禁足。既然有人急着杀人灭口，我们何必脏了自己的手？成王败寇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若今日输的是我们的下场只会比琼华惨100倍。我们一味防守不是办法，该给他们找点大麻烦。你在院里守着，我出去一趟。小贱人，你是不是也在心里笑话我？看来大姐对父亲的责罚十分不满。你这贱人来干什么？不用你猫哭耗子假慈悲。你先出去。前世你说过的话，如今该换我来说了。顾家大小姐的位置，你坐得够久了。如今我回来了，这位置也该换人坐了。这些都是你搞的鬼！确切的说，是我和柳姨娘一起做的。你怎么这么蠢？我才是她10月怀胎的女儿。等我们弄死你母亲，我母亲就会被扶正。到时候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不会的，我还有谢家，我舅舅是大将军，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是吗？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母亲，女儿不孝，只能出此下策。单凭我如今的力量，连您的面都见不到。顾明凤虽蠢，但她背后有谢家，只要谢家入府，我便能借势救您出这魔窟。小姐，您刚才故意激怒大小姐，万一对您不利可怎么办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这局我得闯。走，我们回屋换身衣裳。这么晚了，小姐要去哪里？你在府里替我打掩护，我去找把快刀。主上，那小公子好像是顾二小姐。小狐狸，她一个深闺千金，女扮男装跑到我们暗楼的据点做什么？去告诉月娘，别为难她，也别露出端倪，摸清她的底细。这位小娘子面生得很，云水间可不是一般的酒楼。您怕不是走错地方了？竟然一眼看出我女扮男装，果然不简单。云水间开门做生意，难道还有规矩，女子不能进？自然是开门做生意，只是不知姑娘来此是听曲儿还是寻人。若是抓薄情郎，我们这儿可不方便。24色花，1色1不杀。姑娘，2楼请。敢问姑娘从何得知这街头暗语？来此又要买谁的命？出得起价钱？江湖朋友告知，但我今日不买命，我想向暗楼借2个人。暗楼的刀只杀人，不外借。姑娘请回。现在我可有谈判的筹码了。是谢家的必毒佛珠，主上，
只要有了它，您体内的毒就能压制。属下这就去抢过来。慢着，这小狐狸敢单枪匹马送上门，必有后手。月娘若是想硬抢，这盒内装有绝命机关，我只要指尖一压，这佛珠顷刻间便会化作一团烂粉。姑娘想要什么？我要见你们主上亲自谈。姑娘要见老朽，所求何事？我想用这串避毒佛珠换2个最好的杀手，一明一暗护我周全，听我调遣2年，2年后他们去留随意。安楼培养顶尖杀手需10数年，姑娘一张口交流，还要受你差遣，这买卖安楼亏了。阁下既然肯见我，便说明这佛珠对您至关重要，哪怕是亏，您也会换。看来单凭佛珠不够，我再附送一条能避开京城禁军入城的密道图纸。这小狐狸哪来这么绝密的信息？我对你可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成交。主上，那丫头到底给了您什么？您竟答应她如此无理的要求？他给的东西足以搅乱整个京城的风云。传令下去，派红莲和陈玉去他身边，一切听他调遣，违令者按叛逃论处。红莲和陈玉，他们可是您身边最得力的暗卫。我倒要看看，这小狐狸究竟想在顾府唱一出什么大戏。小姐，秋荷传信来，大小姐果然偷偷写了信求救，让秋荷送往谢家将军府，满篇只写她自己如何受了委屈，对被幽禁的母亲只字不提。单凭2个庶女争风吃醋，谢家怎会轻易兴师动众？夏青，把这封信原样交给秋荷，让她速速送去谢家。属下红莲奉楼主之命前来保护小姐，往后全凭小姐差遣。楼主动作倒是挺快，我这才回府不到半盏茶功夫。起来吧，明日起你便换上丫鬟的服裳，明面上做我的贴身侍女。是，陈玉明日会来见小姐，她武功极高，负责暗中护卫。我听闻暗楼有一位排名第1的杀手，名唤惊鸿，连江南富翁布下天罗地网都防不住他。你可见过？惊鸿大人行踪诡秘，凡是见过他真容的人，都成了他的剑下亡魂。属下无缘得见。罢了，你先退下。小姐，这是属下身上剧毒2年的解药，楼主吩咐解药交由您保管。若属下有二心，您可随时取我性命。收回去，我不喜欢用毒药来维系忠诚。你若背叛，暗楼自有规矩；你若忠心，我顾明珠也绝不亏待自己人。2年之内，红莲誓死护卫小姐，绝不背叛。二小姐，长公主寿宴在即，这是柳姨娘特意为您和大小姐赶制的赴宴衣裳，姨娘心疼您，让您先挑。姨娘有心了，不过长幼有序，还是请大姐先挑吧。姨娘吩咐过，一定要让您先选。莲蓉姐姐，你想想，若是大小姐知道姨娘把好东西先送来清凉姑，定会觉得姨娘偏心庶女，到时候大小姐发脾气，倒霉的还不是你们这些跑腿的。夏青妹妹说的对，奴婢这就先去锦绣堂。这红裙若是穿在长公主的宴会上，定能艳压群芳。可柳氏那个贱人会这么好心把最好的给我？那套青色的，可是原本要给二妹的。回大小姐，姨娘没说，只让您先挑。哼，她定是想把这俗气的红裙塞给我，好让她的宝贝女儿穿得清眼脱俗去出风头。秋荷，把青色这套收下，红的送去清凉居。小姐，这红裙颜色太烈，若压不住，极易显得俗气。他们果然没安好心。艳俗与否，不在衣裳，在穿衣的人。既然他们想看我出丑，我便给他们个大大的惊喜。顾明凤这是把顾家的家底都戴在头上了吗？
果然是京城第一美人。明凤小姐今日这身青衣，宛如仙子。八弟莫不是眼盲？顾大小姐珠翠满头，俗气了些，反倒是她身后那位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塑。太子八弟莫争，评判女子容貌固然重要，但更重人品才情。庶女主就是庶女，底蕴不足。明珠，你也来了。明珠，上次你走了，我就一直想来找你。平心而论，对于慕洛宁，我只是把她当做回到顾府的一个契机，没想到她却真心把我当做了朋友。就是这个贱人，把慕洛宁那个正牌公主找了回来，害得我如今在宫中地位尴尬。今日定要扒了她的皮！去，给她点颜色看看。你就是郭二小姐吧？我是郭婉，我们能交个朋友吗？抱歉，没听过。哼，不识抬举。虫子，黑漆漆的，好恶心！郭小姐，你落了东西，我给你送回来了。拿开，那不是我的。哦，既然不是郭小姐的，那就是义宁公主的了。放肆！你敢拿这种污秽之物冲撞本公主，那是你故意陷害郭婉。这布袋上的暗纹可是公主您最爱用的西域贡锦，难不成是我这个刚回京的乡下丫头去公主府偷来的？你给本公主跪下道歉！二妹，你太不知好歹了！郭小姐就算有错，你也不该冲撞公主，还不快跪下请罪！大姐好一副菩萨心肠，方才别人害我时你装聋作哑，如今倒跳出来帮着外人踩你的亲妹妹，你这顾家嫡女的规矩就是如此里外不分吗？我们女子间的事就不劳八皇子操心了，手伸得太长，未免失了皇子身份。你敢这么跟本王说话？八弟，小姑娘间的玩闹，你掺和什么？太子说的是，此事既然起于女眷，不如由太子妃出面定夺。今日太子妃是客，越俎代庖，恐惹长公主不悦，不如交由长公主定夺。长公主驾到！姑姑，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欺负郭婉。郭二小姐，你有何解释？臣女本想大事化小，既然长平公主所要交代，臣女不得不说。郭小姐携带毒虫7日星，意图不轨，此虫咬人，轻则腐烂，重则毙命。长公主没有毒，它只是个普通虫子，我是跟她开玩笑的。既然郭小姐说是普通虫子，那请你当众吃了，以正清名。我顾明珠立刻给你下跪赔罪。阿言，依你看该如何？云南有种虫形，将人丢进万虫堆啃食。不过郭小姐初犯，不如就罚让这毒虫咬烂她的双手。都闭嘴！不准看！转过身去！柳姨娘原本是想用这青楼女子的下作布料让我当众受辱，可惜自作自受。明珠，大姐姐出丑，他们为什么都用那种眼神看你？他们大概觉得我大姐出事，我心里最高兴。我不信，明珠才不是那种幸灾乐祸的人。公主错了，我就是那种人。姑姑，听闻郭二小姐也才艺双全，不如让她也表演一番，免得扫了大家的兴。
顾二小姐这是要表演玩泥巴吗？大姐姐，这沙子怎么玩呀？前世我瞎了眼，为了穆定恒那个畜生，竟亲自给这么小的孩子下毒，报应。最后我的儿子也死在穆定恒手里。九皇子，帮我把沙子铺在琉璃上，好不好？好，顾家女儿果真深藏不露。来人，赏红宝人头面。民女顾明珠，谢长公主赏赐。这女子的眼神如寒刀一般渗人，可我记得从未招惹过她。六公主，躲什么呀？如此良辰美景，不如陪本公子喝一杯。高公子，你放开我！再这样我喊人了！滚！别让我再看到你！侯昭，幸好你来了。侯昭，这不是前世五皇子穆定恒书房密信里提过的暗错吗？这小公主竟被人卖了，还帮人数钱。慎国公，顾二小姐，戏看够了，这么着急去哪儿？出来透透气。慎国官有意见。本宫不管你有什么仇怨，但长公主府不是你能乱搞小动作的地方。别让我再抓到你的狐狸尾巴！慎国公未免太霸道，难道就因为我是庶女，就该任人欺辱，连自保反击都不行？记住你的话。让陈玉和红莲一切听他行事，不许插手，只许看着。本宫倒要看看这小狐狸还有什么手段。三表哥，顾二小姐认得我？自然，表哥常来顾府给大姐送礼。表哥今日找我，可是来兴师问罪的，认为大姐出丑是我做的，想把我赶出顾府。不错，明凤在信中说你处处针对她，甚至怀疑我姑母的病也是柳姨娘所为。若是你做的，谢家绝不会坐视不管。真有意思，如果真是我做的，她只会死得更惨，绝不仅仅是丢人这么简单。若是没别的事儿，我先回了。明珠，我劝你好自为之。还有，别叫我表哥，我的表妹只有明凤一人。谢公子提醒的是，那我就在顾府恭候谢家来讨说法。他怎么会编这个？崔晴香，红莲，守住门口。热，好热！穆洛宁，你给我清醒点！你们不想他死就滚过来帮忙，快来人抓奸了！你疯了？干嘛打晕他？不打晕他怎么带走？留在这儿等死吗？谢三公子，你也被拉下水了，被人撞见，你就背定着黑锅了。带他走。那你呢？我当然走正门。小姐，抓到了！把他扒了，扔到床上去，给他灌点猛药，越烈越好。好，你疯了？干嘛打晕他？我当然走正门。小姐，抓到了，把他扒了，扔到床上去，给他灌点猛药，越烈越好。 你疯了？干嘛打晕他？越烈越好。
只要穆洛莹今日身败名裂，我看你顾明鸠还有什么靠山。二妹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我正陪太子妃去厢房休息，你要一起吗？好啊，正好我也觉得累了，多谢大姐，谢过太子妃。主上，他们已经朝内院去了。那顾二小姐胆大包天，竟敢在长公主府里做局，再不去阻止，恐怕会污了公主府的名声。我们真的不管吗？不管，本宫倒要看看这小狐狸敢捅多大的篓子。去把门推开，光天化日，看看是谁如此不知羞耻。太子妃三思，此等污秽恐污了您的眼。既是在长公主府，不如等长公主来亲自定夺。天哪！我刚才更衣时好像见六公主进来了，难道里面的是六公主？大姐慎言，无凭无据，怎可污蔑公主清誉？都住口！退下！嫂嫂，明珠，你们聚在这里做什么？长公主驾到！封锁内院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半步。姑姑，有人陷害我，姑姑要为我做主啊！高鹏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在长公主府行此秽事！长公主饶命！臣与长平公主是两情相悦，一时情难自拟。闭嘴！你这畜生敢污蔑本宫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姨娘，我们本就约好再次相会，你何必翻脸无情？长公主，臣女以为长平公主定是被人陷害，若真是有心相会，刚才我们在外喧虾，里面早该听见动静了。对，明珠说的对，我是被药倒的。既然是高公子陷害公主，那又是谁故意把大家引到这内院来捉奸的呢？高公子总不会自己带着一群人来看自己的丑事吧？回长公主，是烈性催情香。别看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是长平公主她。来人，将高鹏押入大牢。顾大小姐，你最好能给本宫一个合理的解释，否则本宫就当你是同谋。长平公主，你帮我说说话呀！明明是你让我带人来的，你快告诉大家呀！我不明白，我从未得罪过长平，他为何要害我？他因你而得宠，如今你回来，他怎能不急？洛宁，在宫里不争不抢，只会沦为垫脚石。趁着陛下和皇后对你还有愧疚，去争。还有，记住一点，你最信任的人，往往背叛你最深。明凤呢？为什么不见他？是不是你又搞了什么鬼？谢三公子，是不是该先放开我？谢三公子不问缘由，就直接给我定罪。明凤温柔善良，不像你心机深沉。大姐温柔善良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那温柔善良的大姐帮着承平公主陷害洛宁，此刻已经被长公主押去面圣了。不可能是明凤做的。我带穆洛宁离开后，又发生了什么？你当时没有随我一起走，是不是你搞什么鬼？谢三公子若不信，大可进宫面圣，看看陛下是承长公主，还是信你，看看我一个小小的庶女有没有这通天的本事。你，如果谢三公子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宴会快散了，我该回家了。顾明珠，我会去顾府找你的。明凤怎会干出这种蠢事？是不是你？父亲觉得女儿能左右长公主的眼线吗？也是，她才多大，如何能在长公主的眼皮子底下做出这么大的事情？快，派人去宫门打听。皇宫里，高鹏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到处都是血。如果不是长平公主求情，我也会死。都是柳姨娘，如果不是她弄错衣服害我出丑，
我就不会去内院换衣，更不会遇到长平公主，那接下去的一切都不会发生。都是你干的好事！小姐，寿安堂闹起来了，大小姐一回来就扇了柳姨娘一巴掌，正热闹呢。是吗？走，看戏去。一回来就撒泼，成何体统？父亲，大姐这是怎么了？你少装蒜！你来就是看我笑话的。是你和柳姨娘合伙害我。那件青色衣裙本来该是你穿的，出丑的应该是你。衣裙是你非要抢，没人逼你。再者，那是姨娘为我准备的，难道姨娘会害我不成？柳氏做事不用心，罚3个月月例，再有下次，交出管家权。大姐，我知道我回来你心里不痛快，可姨娘毕竟是父亲的妾室，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打她，传出去，外人该说咱们顾家嫡女没教养，这事做得太过了。宁凤，立刻给柳姨娘道歉！我不道歉，我没错。逆女，你以为你在长公主府干的好事，我不知道吗？老爷息怒，妾身没事，不怪大小姐，不用你加好心，滚开！大小姐，母女反目，父女成仇，这出戏真精彩。都是顾明珠那个小贱人，她一回来，一切都毁了。夫人息怒，二小姐毕竟是您名义上的骨肉，硬碰硬只会落人口实。大师可是批过，咱们大小姐是天生凤命，您何必急于一时？对，捧杀。去，把库房里那盒极品血液拿出来，给二小姐炖上。我要让全府上下都看看，我这个做母亲的有多疼她。小姐，柳姨娘是被大小姐打傻了吗？这几日流水的好东西往咱们这儿送，难不成下毒？她还没那么蠢，这叫欲擒故纵，憋大招呢。那这汤端去和红莲分了吧，里面可都是真材实料，让红莲继续盯着晋元，一丝风吹草动都别放过。洛宁，如果心里有刺，我帮你拔出来。明珠，你有被最信任的人背叛过吗？有，而那些背叛我的人，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长公主府那日，能进你身下药的，只有你的贴身侍卫侯昭，对吗？在西楚为之时，那些公主把我当狗一样用铁链拴着爬，把我按进冰冷的河水里，差点淹死。每次都是他拼死救我，我怎能信他会害我？所以，你打算永远躲在这里哭？换衣服，去问个清楚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洛宁，听说你几日未进食，怎么瘦成这样？侯昭，长公主府那日，你递给我的水里是不是有东西？你瞎说什么？我拼死护你，你竟怀疑我？也是，你如今是高高在上的大启公主，嫌弃我这个小小侍卫了。我没有我不该怀疑你。洛宁，那日分明是有人在你耳边乱嚼舌根，你告诉我，是谁挑拨我们？你那日不在内院，如何知道后来出事的是长平公主？除非你一早就知道，被迷晕的应该是我。既然你猜到了，又如何？你别忘了，
你在西楚被轻薄吊在树上的丑事，只有我知道。乖乖听话，我就替你保守秘密。贱人，你这人尽可夫的！红莲，割了他的舌头，对外援称他意图行刺，先施宫刑。没人喜欢我，父皇母后也不是真的喜欢我。没关系，哪怕天下人都不喜欢你，你也要自己爱自己。以后我会护着你，小公主。顾姑娘，人留着一口气呢。要怪就怪你找错了主子，做了五皇子的狗。公公，六公主吩咐了，此人罪大吉，不能让他轻易死了。是。另外，公主想要他的一样东西，包好看些，送去五皇子府上。他一定会很喜欢这份礼物。小姐，您前脚刚走，柳姨娘后脚就去了玄清道观。如今那道观的岑真人可出名了，满京城都说他能呼风唤雨。奴婢瞧着，柳姨娘肯定没安好心。岑真人曾预言大姐是天生凤鸣，柳姨娘去，8成是想让她再算算。呸！什么奉命，分明是抢了您的身份。不管他打什么算盘，盯紧他，这一世他休想如愿。祖母，这是孙女特意从玄清观岑真人那儿为您求的平安符。老神仙说了，您是极有福气之人，定能逢凶化吉。祖母，只要您能好，孙女愿意一辈子吃素。祖母，大姐昨晚都心疼的没睡着呢。好了，都退下，别扰了老夫人清静。夏青，闻闻，和寻常糯米糕无异，只是夹心里似乎混了些捣碎的梅子肉。祖母日常喝的药膳里有一味药，若与梅子同食，便会化作慢性毒药。有人要害死老夫人！你去厨房查查，这糕点谁做的？是。我的腿！姨娘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姨娘抬回清源！真是倒霉透顶，平白无故崴了脚。夫人，老奴看这脚崴的正是时候，这笔账正好算在那位灾星头上。你说的对，想把那小贱人赶走，这把火还不够旺。老爷，妾身近来总做噩梦，老夫人莫名病倒，妾身今日去清凉居看二小姐，平地里竟像被人狠狠推了一把。休要胡言！前几日妾身去玄清观，听闻有户人家也是连连出事，请岑真人做法，才知是有妖孽作祟。咱们府上近来，要不也请岑真人来看看？荒唐！堂堂朝廷命官的府邸，请道士做法，传出去岂不惹人笑话？此事休要再提。你好好养伤，后院暂叫二弟妹打理，我还要去书房处理公务。都听见了吧？老爷今夜宿在书房，去办吧。小姐，您何时学会这般高深的煮茶手艺啦？
前世为了讨好五皇子，我硬生生练出了这手绝活，如今只为取悦自己。尝尝，品茶要慢。今日柳姨娘摔断了，必有后兆。我猜今夜府里不会太平。小姐，柳姨娘身边的秦嬷嬷买通了小厮，正准备火烧老爷的书房。烧老爷的书房？这老女人疯了！既然她想烧，我们就帮她添把柴。红莲，火起之后，你潜入书房废墟，第3个书架后有个暗格，里面的东西给我取回来。走水啦！我的字画，我的东西！老爷，您怎么伤成这样？妾身白日就说府里进了邪祟，您偏不信，这火起的也太邪门了。明日一早去请玄清观的岑真人。老爷，谢家三公子带人来府上探望了。父亲，爹是舅舅听闻昨夜走水，特意派表哥来探望的，快请表哥进来吧。小姐，放火的小厮已捆在后院柴房，嘴堵上了，东西在此。满口仁义道德的礼部尚书，背地里却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贪官。夏青，收好了，这可是日后送给我这位好父亲的催命符。岑真人，有劳了。顾大人，贫道观贵府上空黑气冲天，近日贵府老者必有损伤，且怪事连连。真人真乃神人，老夫人久病不醒，我无故摔断腿，昨夜书房更生大火，求真人指点迷津。此妖物法力高强，此刻已附身在你们其中一人身上。愿吕家将个人八字呈上，待贫道查验。敢问这是何人的八字？这是二小姐明珠的。妖女，你还敢回来？道长说我被妖物附身，光凭一张纸定我的罪。顾二小姐八字奇特，极易招阴。若我的八字招阴，那可就有趣了。众所周知，我与大姐是同日同时生。若我的八字有问题，大姐的八字岂不是也是妖孽？真人，八字有时不准，你不如再开天眼相面。待贫道开天眼。奇怪，大小姐乃天生凤命，百邪不侵；而二小姐虽八字相似，但面相带煞，妖物已深入她骨髓。顾大人若不趁早驱逐，贵府必有灭门之灾。老爷，谢家三公子带人来府上探望了。父亲，爹是舅舅听闻昨夜走水，特意派表哥来探望的，快请表哥进来吧。道长打算如何驱除我体内的妖物？需用沾满黑狗血的倒刺皮鞭抽打二小姐全身，逼妖畜现形。随后再随贫道入玄清观闭关749天，方可彻底拔除邪根。打死他，最好直接打死他。这丫头死活不打紧，可她毕竟与六公主交好，若真在道观里出了事，宫里问起来，怕是不好交代。哎呦，老奴听着都觉得疼。可道长也是为了府上好啊，若这妖物一日不除，老夫人、老爷和夫人怕是永无停日，不知道下一个遭殃的是谁呢？舒年，我觉得道长言之有理，不可妇人之仁。姑父，无忧听闻府上接连出事，祖母实在不放心，特命我来看看。贤侄见笑了，府上邪祟作怪，正请岑真人做法。姑父，子不语怪力乱神，单凭一个道士的一面之词，便要动用私刑，是否有失偏颇？不如详查隐情。
表哥疯了吗？他怎么帮那个贱人说话？谢公子，您有所不知，真人已算出明珠被妖物附身，若不及时驱除，他性命难保啊！岑真人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你做过的那些龌龊事，真以为能瞒过老天爷？顾大人，妖物发作了，快将他绑起来！来人，把二小姐绑了！我看谁敢动用私刑！谢三公子，这是顾家的家务事，让开。表哥，他自己都不要你管，你别护着这个妖物了。既然道长一口咬定我是妖物，若不真干点妖孽该犯的事，岂不对弃你的苦心？放肆！你竟敢对老神仙动手！妖物发疯了，快把他捆起来打死！老爷，京兆尹的大人带兵把咱们附围了，说是要来捉拿朝廷钦犯。陈大人，这里是顾府后宅，女眷众多，大人无凭无据带兵闯入，只怕不妥吧？顾大人多虑了，本官今日不是来抓顾家人的。拿下！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还要去周国公府做法事。顾大人，以后还是少信这些乌烟瘴气的东西，带走。陈大人，请留步，还请大人为小女做主。放肆！大人面前岂容你一个丫头胡闹？退下！父亲宁愿相信一个要用黑狗血将我活活抽死的妖族，也不愿让陈大人替我说一句冤情吗？顾大人何必科技令爱？顾小姐，你有什么冤情，本官定为你做主。多谢大人。小女怀疑，府中接连发生的怪事，是有人在背后装神弄鬼，企图借妖道之手杀我。红莲，带人。昨夜书房突发大火，险些烧死父亲，此人便是放火的元凶，且在他房中搜出了未用完的火油。老爷饶命！小的只受了浅点偏脚，没想伤那么大。是秦嬷嬷，是秦嬷嬷给了小的银子。你胡说！我何时给过你银子？老爷，老奴冤枉啊！老爷，秦嬷嬷是老实人，她图什么呀？明珠，你好狠的心！我知道你怨恨当年把你送去庄子的事，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为何要指使人诬陷秦嬷嬷？这只是加了梅子汁的糕点，老夫人最近爱吃酸的，老儿才让后厨做的。既然嬷嬷说是清白的，那你敢吃下去吗？有何不敢？看来是我错怪嬷嬷了。夏青，这是祖母每日服用的汤药，只要嬷嬷当众喝下这碗药，我便立刻跪下给你磕头赔罪。嬷嬷抖什么啊？不是清白的吗？喝啊！你不喝，是因为你知道这糯米糕没毒，这碗药也没毒。可偏偏这药里的一味主药，一旦与你刚才吃下的梅子汁混合，就会化作穿肠烂肚的剧毒。你怎么会知道？秦嬷嬷，你不过是个下人，先是给当家主母下毒，后又买通小厮火烧朝廷命官的书房，难不成连柳姨娘今日摔断腿，也是你为了掩人耳目，故意设计的苦肉计？我一向待你不薄，你为何要下此毒手？你也是有儿有女有爹有娘的人，怎么下得去这般狠手？你还不认罪？
姐不顺眼，她一回来府里就鸡犬不宁，柳姨娘也经常拿我撒气，我就恨上了她。我给老夫人下毒，烧书房，请妖道，都是为了把脏水泼给二小姐，让她当个灾星被赶出顾府。既然真相大白，把这刁奴一并带回京兆尹衙门。陈大人，且慢，这刁奴口出狂言，谁知是不是疯病犯了？这毕竟是顾府内宅之事，就不劳大人费心了。来人，搬长凳，把这欺主背主的刁奴给我往死里打！谁都不许走，就在这看着。老爷，求您饶了他吧，再打下去，人就没命了。你还有脸求情？你就是这么管家的？姨娘这话说的好生奇怪，这老东西敢谋害祖母和父亲，谁知道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指使？林凤疯了吗？为什么要落井下石？祖母，二妹既然早知道糯米糕有毒，却眼睁睁看着您吃，这要是出了岔子，可怎么好？大小姐冤枉二小姐了，二小姐早就告诉了奴婢，悄悄把有毒的糕点换成了干净的，只是为了不打草惊蛇才没声张。二小姐全是为老夫人着想啊！大姐，我以前总听说你是天生凤运，可如今证明岑真人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那你这凤运，该不会也是他瞎编的吧？表哥，你看他！谢贤侄见笑了，不知你今日来所为何事？这个顾明珠太可怕了，他不仅解脱了罪名，还将这满院子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。姑父，祖母不放心姑母的病，特命我带了大夫来给姑母诊脉。无忧有心了，只是你姑母身体虚弱，太沟嘱咐要静养，此刻前去怕是会打扰她休息，不如改日再说吧。顾老爷，听说府上如今是柳姨人掌家，今日老奴一见，这妾室果然不堪大用，连自己院里的下人都管教不好，如何能打理整个顾府？你是什么人？这里有你一个下人说话的份儿。老奴是谢老夫人身边的安嬷嬷，老奴只是实话实说，把掌家权交给一个妾室，让我们老夫人如何能安心把小姐留在顾家？还请顾老爷行个方便，让我们见小姐一面，也好回去交差。既然如此，那便同去吧。父亲，女儿回府后还未拜见母亲，也想一同前去。老爷怎么来了？姑父，姑母的院子为何如此冷清？夫人喜静，夫人呢？夫人刚刚歇下。不敢瞒姑父，祖母夜夜梦见姑母，寝食难安。若今日见不到人，恐怕明日就是祖母亲自登门。怎么不拉开窗户？因为夫人怕见光，所以平日里不让我们拉开窗帘。这就是我的亲生母亲，她竟被折磨成了这副模样。姑母，我是无忧啊，你连我都不认识了吗？顾大人，这就是你说的静养，让我们谢家一个解释。我一直有请太医来看诊，太医说只能静养，不信
你大可让你的大夫看。母亲，我是明凤啊！母亲疯了，她连我都不认识了。大夫，请诊脉吧。顾老爷所言非虚，夫人确实忧思过度，伤了心智，心病还需新药医。不过夫人似乎对二小姐毫无防备，若二小姐能多加陪伴，或许会有转机。明珠才从庄子上回来，规矩还不熟练，少华院清苦，她一个孩子怎么受得住？再说了，明凤才是长女，理应由明凤来尽孝。难道这就是血脉相连？真是造化弄人！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。顾淑年的反应太奇怪了，这里面一定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姑父既然听到了大夫的诊断，便让二妹留在少华院，近身伺候。不行！为何不行？难道姑父不想让姑母痊愈？父亲放心，女儿定当尽心竭力，日夜侍奉母亲，绝不惹母亲生怨。父亲，您为什么打我？明明是顾明珠那个贱人抢了我的风头，如今他还搬去了韶光院，以后谢家岂不是都不认我了？闭嘴！今天起，给我离韶光院远远的，半步都不许踏进去，听见没有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。那个疯婆子六亲不认，万一伤了你的脸，你以后还拿什么嫁入皇家？滚出去！不对，父亲在害怕。韶光院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别抢走他！完了，假的，都是假的！母亲，别怕，我在。那是我的孩子，谁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家的？母亲，难道知道当年换子的真相？他不是真的疯了，他是这个秘密逼疯的。下雨天他最容易发疯，万一他把那件事说出来，母亲乖，那只是打雷，您先睡吧。你的左耳后是不是有一颗朱砂痣？我的珠儿，娘的珠儿，你终于活着回来了！